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是最大的特色，就因为是心理学背景，因为心理学背景的时候，大家就很自然就会期待我去带这种活动，也蛮努力的去把我所知道的、看过的，我甚至拿了书，能够在自己揣摩，或者其他的在心理学上的社会心理学方面有一些活动，我就把它用在当时在妈妈的亚洲亚美剧社里面就开始带起来。所以大概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所以姚一伟先生去那个艾瓦回来，到经过纽约，你知道你搞剧场的当然要经过纽约，一定要去纽约一下。那刚好是跟那个施淑清，就李阳的姐姐啦，那就他们就很熟。那李阳那个施淑清刚好住在我隔壁，我们不是隔壁是隔壁栋，隔壁。那他就跟他讲哦，你要去看老妈妈，那看老妈妈一定要找吴静吉，那他就很开心的。我是这样跟他认识姚一，我们两个就一起去，然后他当然就非常开心的看了那个，我就觉得那个表情的丰富哈，比演员还要丰富。他就突然觉得这是他在追寻的另外一种剧场的形式，那就是实验剧展的方式，实验剧场的方式。所以他把这个概念就带进来，他回来台湾。所以1980年那年就他就真的是要做实验剧展。那做实验剧展说，在我那时候我已经带南岭了嘛。从1978带了2年，那刚好也带了蓝领的时候，蓝领等待要展现他们这么辛苦的，在每天在地上爬的那个活动的，要怎么样去表现出来？刚好那会就2个，就是干柴烈火就一拍即合，就开始就这样做。其实解严之后呢，蓝领也差不多10年了。那时候我也决定说，蓝领应该不是解散，可以暂停。暂停的原因是因为你在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很容易会越来越狭窄。而这艺术本身一定要开放。也因为这个一解散之后，这个暂时解散之后，你就知道说，本来都很有才气的人，在那个原来的蓝领当中，他要发挥的机会不多，因为每一年只能演2出戏，那大概就是左敏一个，那个金子一个。可是你想想看。像李国修可能演得非常好，但是他也有他自己本身训练的或者表演的方式，或者创作的欲望，他一定要想要去做嘛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，反正就是大概我说这个钱用完了以后，你们自己各自这个怎么讲？把什么兄弟爬山，各自努力嘛哈。在这情况下，其实那时候连记者都骂我，我觉得记者已经认同到。蓝领可以继续下去的那个概念，也在骂我。许博允要做一个表演出了啊，就跨领域的演出，音乐是有许博允、李大强、温荣信，舞蹈有林欢敏，那这个视觉有聂光衍，还有那个林明生哦，好多人都在一起。那许博允我就反正就说。吴静也搞戏剧，其实我哪里会搞戏剧，反正我就加入了，后来没有成功嘛。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，是另外一名许博允，我们很多人常常去那边洗温泉聊天，都在聊什么？那时候聊很奇怪，在聊的东西不是聊八卦，都在聊艺术的种种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记得樊曼龙、许博允、林怀民还有我们4个人坐计程车从那边回来台北。回来台北呢，在谈很多计划，我都忘记谈什么了。好，谈了什么，然后大家觉得说好像意犹未尽，又叫计程车把我们送回去同样的地方，就这样好几次，你知道？那晚上我觉得，就这种经验，就是那时候真的是这个经验。我一直在期待现在的创作人，不管他年龄或者不同背景，能够跨领域的，大家一起能够谈一些观念，一个以计划为主，或者一个先从兴趣开始，或者观察到什么现象开始，然后大家开始在构想。那也可能大家一起合作，也可能每一个人带回一个可能的方向，那去跟别人合作都可以。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。那当时在80年代，其实几个团体，当时的团体其实也差不多这样，就几个人开始，然后做了以后呢，到被人家看到了以后，才有人来注意你嘛，有人注意你，才可能。让人家觉得啊，我一样可以跟你合作或赞助你。我是觉得80年代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，但现在是可以
一样的用那个精神去做这样子。